各位亲爱的肾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今天咱们得聊个扎心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。很多病友最怕听到的词就是透析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洗肾。一想到那台冰冷的机器，一想到1周3次的往返，心里就堵得慌。其实啊，肾脏病并不是无路可走。如果你不想让肾脏负担越来越重，不想走到最后那一步，那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要逐字逐句听进去。咱们肾脏之所以会生病、会衰退，核心逻辑就在于2个词，一个是氧化应激，通俗说就是你的肾脏在生锈，长期的炎症、高代谢压力，让原本柔软的肾组织慢慢变硬、结疤，最后变成了纤维化。另一个关键就是长肾轴，医学界现在非常认可这个理念，肠道就是肾脏的减压阀，如果肠道不通，代谢废物堆积，这些尿毒素就会倒流回血液，直接攻击你的肾脏。所以想要护肾，就得从除锈和清肠这2件事抓起。今天我要给各位推荐8种天然洗肾机，它们不仅低钾、低磷、低钠，更关键的是它们自带超强的抗氧化修护力，而且几乎不含草酸，不会给肾小管增加结石压力。咱们先说这第一位护肾全能王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花椰菜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菜花。在咱们肾友圈，它可是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强力推荐的超级食物，它的数据简直完美，每100克里钾含量只有150毫克左右，磷才30毫克，那更是低到只有15毫克，这对于3到5期的肾友来说简直是救星。它最硬核的地方在于含有一种叫萝卜硫素的物质，还有 DN3 甲醇，这些名字听着玄乎，其实它们就是肾脏的自动修复开关。最新的医学研究发现，它们能激活身体里的 NRF2 抗氧化通路，这就像是给生锈的肾脏喷上了除锈剂，能有效对抗炎症，稳定尿蛋白。而且花椰菜里丰富的非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就像一把肠道扫帚，能吸附肠道里的毒素，不让它们进入血液去折磨肾脏。再加上它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，还能顺带降低同型半胱氨酸，保护咱们脆弱的心血管。吃法上有个坑一定要避开，千万别生吃，也别长时间炖煮。最科学的做法是切成小朵，先用沸水焯烫3到5分钟。这时候，大部分钾离子和草酸会溶进水里，咱们把焯菜的水直接倒掉，这样吃起来才最安全。你可以把它切碎做成花椰菜米，替代一半的白米饭。既能控钾磷，血糖还稳。花椰菜单餐建议熟种，70到80克视觉参照，约等于3到4朵中等大小的花头。注意事项：钾极低，分量较扎实，是完美的米饭替代品。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咱们餐桌上的安全牌，高丽菜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卷心菜或圆白菜，在肾脏科医生眼里，它是最稳妥的选择。咱们看数据说话，每100克高丽菜的钾含量只有85毫克，这只有菠菜的1/6。磷和钠的含量也极其优秀，钠才18毫克。对于需要严格限盐、限钾的4到5期肾友，它就是避风港。高丽菜里藏着一个秘密武器，叫维生素 U， 这个成分在医学上是用来修复黏膜的。配合上硫氰酸盐，能帮肾脏减轻炎症负担。咱们肾友因为毒素排不出，肠道环境往往不好，高丽菜里的果胶正好能给肠道黏膜涂上一层保护膜，这就体现了长肾轴的威力。肠道通了，便秘没了，血钾升高的风险也就自然降下来了。但有个雷区，大家千万别踩，就是别吃泡菜酸菜。腌制过的高丽菜全是钠盐，会让你水肿、血压飙升。把好端端的护肾菜变成了伤肾菜，最好的法子是用植物油快炒或者焯水后凉拌，这样能保留住维生素 K， 还能预防血管钙化。高丽菜单餐建议熟种70到80克，视觉参照约等于3到4口的分量。注意事项：极低钾非常安全，建议避开一切腌制形态。再说第3种，羽衣甘蓝，很多肾友一看它是绿叶菜就害怕，怕钾高。其实它是一种被低估的补钙神器，肾病患者常有肾眼同病的说法，而羽衣甘蓝的叶黄素含量是菠菜的2倍多，它的成分能有效延缓肾脏过滤功能的衰退。数据方面，它的钠含量不到30毫克，属于极低钠，
虽然钾有400多毫克，但它有个绝活，就是草酸极低。咱们吃菠菜怕长结石，但羽衣甘蓝的钙吸收率接近牛奶，而且不会在肾脏形成结石。这对于有肾性骨质疏松的病友来说，简直是天然钙片。实操烹饪时，记得叶子要烫软，放入沸水里焯3分钟以上，能去掉30%的钾。焯完的水一定要倒掉，它含有一种能激活身体解毒酶的植物营养素，能帮长期服药的肾友减轻肝肾代谢压力。羽衣甘蓝单餐建议熟种60到70克，视觉参照约等于半个饭碗铺平。注意事项：钙多且不常食，但克重需严格限制。第4位是芥蓝，也叫芥蓝，护肾不只是看指标，还得防感染。芥蓝里的维生素 A 含量高得惊人，每100克就能满足你大半天的需求。维生素 A 能守护你的呼吸道和消化道黏膜，黏膜强了，感冒、肠炎这些引发肾病加重的诱因就少了。数据上，它每100克钠含量不到20毫克，钾含量中等，约300毫克。它含有的硫代葡萄糖苷能改善脂质代谢，很多肾友伴有高血脂，血液粘稠会加速肾小球硬化，芥蓝刚好能帮上忙。芥蓝的梗比较硬，切记不要整颗煮，为了让钾离子排出来，一定要切成薄片或短段，增加受热面积。沸水焯烫3到5分钟，能去掉40%的钾。捞出来后配合大蒜快炒，蒜素和芥蓝的营养搭配，抗炎效果翻倍。芥蓝菜单餐建议熟种60到70克，视觉参照约等于4到5片中等厚度的茎叶。注意事项：质地较硬建议切薄片，能更好吸出钾离子。第5种蔬菜非常亲民，就是小白菜。肾病中后期，大家最头疼2个问题，一个是骨质疏松，一个是肾性贫血。小白菜就是专门来解决这些烦恼的。它的钠含量只有10毫克左右，防浮肿效果一流，钾含量200毫克，算中等偏低，焯水后负担极小。它的优势在于钙磷比非常合理，很多菜虽然钙高，但草酸也高，补不进去还长石头。小白菜是高钙、低磷、低草酸，配合上自带的天然叶酸，对预防肾性骨病效果温和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富含维生素 C， 能帮你肠道里的铁元素吸收得更好，改善贫血导致的没力气、面色苍白。小白菜叶子嫩，不用煮太久，沸水快烫2分钟，变色就捞。小白菜单餐建议熟种80到90克，视觉参照约等于2到3颗。注意事项：水分多熟后缩水厉害，适合消化不好的老年肾友。第6种是大白菜。对于正处在严格限钾阶段，觉得没东西可吃的肾友，大白菜就是你的续命菜。它被称为对肾脏最友好的蔬菜，它95%以上都是水，钾和磷含量极低，钠才11毫克。就算你稍微多吃2口，电解质也不会乱套。它含有的水溶性果胶在肠道里简直就是毒素过滤器，它能增加粪便体积，把还没进血液的尿毒素和多余钾离子直接带走。很多肾友伴有肥胖或糖尿病，大白菜热量极低，饱腹感强，能减轻肾小球的高滤过压力。还是那句话，绝对不能做成酸菜或辣白菜，一定要切丝后焯水2分钟，去掉残余的钾，清炒或者配点虾米提味都行。大白菜单餐建议熟种90到100克，视觉参照约等于半碗多一点。注意事项：分量可略多，是限钾期的首选安全菜。第7种是油菜，也就是青江菜。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肾友最危险的不是肾衰本身，而是心血管并发症。油菜里含有丰富的天然叶酸，肾友体内的同型半胱氨酸往往很高，这可是中风和心梗的信号弹，叶酸能把这个指标压下去，保护血管。油菜的钠含量30到40毫克，钾200多毫克，非常平衡。它还含有植物番茄醇，能减少坏胆固醇吸收，延缓肾小球硬化。烹饪时别整颗煮，要把叶片掰开或者斜着切，沸水焯烫3分钟，让钾充分析出。因为油菜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K 是脂溶性的，所以捞出来后加一点点橄榄油快炒，吸收率会更高。油菜单餐建议熟种70到80克，
视觉参照，约等于2到3颗中等大小。注意事项：叶片需充分掰开焯水，保护血管效果极佳。最后一种是球芽甘蓝，也叫孢子甘蓝，它的护肾成分浓度是最高的，尤其适合尿蛋白高、怕肾脏硬化的朋友，它那含量不到20毫克。它的萝卜硫素前体是普通包菜的2倍以上，能精准激活 Nrf2 通路，抑制炎症因子。虽然它的护肾力最强，但它也是唯一需要限制频率的，因为它的磷含量比其他甘蓝类稍高。建议4到5期的肾友每月吃1-2次作为阶段性补充，不要天天吃，因为球芽甘蓝长得非常紧实，钾和磷很难出来，建议在根部切个10字，或者直接对半切开，沸水焯烫时间延长到5分钟以上。球芽甘蓝单餐建议孰重？50到60克。视觉参照，约等于3到4个小球，对半切。注意事项：磷含量稍高，克重需严格控制，不宜高频食用。聊了这么多，咱们来总结一下护肾饮食的4大黄金法则。第一，必须要焯水，钾和磷是肾友的大敌，但它们都怕热水，切小、切薄，沸水里滚3到5分钟，能去掉大半。记住，焯菜水是毒药，一定要倒掉，千万别喝。第二，必须要控盐，这些蔬菜本身就是极低钠的宝贝，千万别加1大勺盐或者酱油，更别碰腌制菜，否则白忙活一场。建议多用大蒜、黑胡椒或者醋来提味。第三，必须要控总量，再安全的菜，吃多了也会堆积。多样化搭配，每天换着样吃，营养才均衡。第四，必须要按报告调整，每个人的化验单都不一样，如果最近血钾高了，就多吃大白菜；如果尿蛋白波动，就选花椰菜。说心里话，确诊肾病后，很多人觉得生活没滋味了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碰。其实，饮食控制不是一种限制，而是一种更科学、更爱护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今天介绍的这8种甘蓝类蔬菜，就像是肾脏的天然护卫队，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挑选和烹饪方法，你依然可以吃得很丰盛，吃得很安心。当然，科普不能代替医疗建议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在变，调整饮食前一定要咨询你的主治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。科学护肾，咱们才能指标平稳，生活更有质量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帮到了你，请点个赞，把它转发给更多需要的肾友。咱们一起努力，守住肾脏，守住健康。我是你们的朋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生活顺畅。